大家好啊，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《钢铁雄心4》啊。那么在上一集里面，我们改革了德国的经济，更改了我们在东方的统治模式。现在我们多了很多新的邻居，以此来缓解我们的统治压力。在这集里面，德国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。虽然我们在上一集中就改革了德国的一部分经济，但这还不够，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。现在我们有必要颁布反垄断法。如果他们想玩法律游戏，我很乐意奉陪到底。反垄断法将成为终结奴隶制和企业垄断的利器，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我都要看着这群家伙化为齑粉。想直接打败这些巨头，实在难如登天。要是没人能抓住有效的时机，那我们就要前功尽弃了。虽然此举会令元首不悦，但现在是时候从国库里再调一些钱了。如今许多人正靠着福利和补助维持生计，向中产阶级提供一大笔资金，能够在短期内刺激经济，让经济全速运转，为我们处理那些大企业提供有利条件。东欧在我国领土及向外延伸的势力中占了重要地位，但自从被征服以来，这块土地便被一直系统性的滥用。乌克兰所能提供的不仅仅是小麦，还有高加索，简直是胡来。当地民众在毫无人性的恶劣条件下开采石油，而那些工业大亨却将本属于那些开采人员的财富通通塞进口袋，赚得盆满钵满。我才不在乎党内的反对，哪怕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，我也要给予东欧本属于它的未来。很多德国的城市在50年代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，毕竟如果奴隶能来工作，1分钱都不用付，谁会愿意花钱雇人去干活呢？好在许多工业区正重回正轨，得益于强制性就业配额政策以及一系列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建立，自由的工人正迅速取代奴隶的岗位，曾遗弃大批工厂，而今这些厂房再次灯火通明。我们会继续全力支持这些重获自由的企业。过去几十年间，这些巨头对国家经济的所作所为都被我们看在眼里，现在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虽然说新德意志工人并不像宣传海报上说的那么新鲜，只不过是回归常态罢了。那时中小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，普通工人也能找到体面的工作。不过胜利就是胜利，没什么好怀疑的。工人和中产阶级都在回归，德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不再如此悬殊。国家经济部必须在言论和行动层面进一步支持社会阶层的自由流动。人民的富强将是我们对抗那些贪得无厌垄断企业的第一道防线，也是最可靠的防线。尽管遣返方案已在进行当中，但仍有大批少数族裔留在我们国内。那些野蛮的党员一直坚持要把这些人驱逐出境，乃至肉体毁灭。随着改革的进行，我们终于可以为这些饱受剥削的人民提供平等机会，为他们愈合创伤。他们和德国人一样，有权成为祖国的一部分。比起我们在东方的令人发指的残暴行径，帝国主义简直不值一提。在希姆莱集团邪恶计划的操纵下，东欧的繁荣经济瞬间化为乌有，重工业被瓜分殆尽，经济中心被夷为平地，人口都被残忍屠杀。即使德国明天就立刻灰飞烟灭，这些地区靠自身力量也需要几个世纪才能恢复战前的繁荣。对此我们无能为力，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。尽管德国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但我们还可以抚平创伤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哪里能弥补损失，这一点很难说。但我已经确定了华沙和基辅作为波兰和乌克兰的枢纽，优先重建这2座城市意义重大。德国有充足的资金和设备可供使用，我们有义务去援助占领区。伤痕会留存下来，但最终会被时间抹去。德国制造意味着什么？它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的薪火传承，是精品的象征，是至高无上的荣耀。可昔日的荣耀早已化作往日云烟。英国和美国对德国效率的冷嘲热讽从未停息，今日的窘境绝非平白无故，金字招牌早已被巨头摧毁。奴隶制于战争期间生根发芽，让德国制造背上诸如残忍、剥削以及灭绝人性的骂名。要想让德国制造重新享誉世界，我们就必须从垄断的魔爪中夺回工业遗产。蓝领工人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。在老一辈工人的悉心教导下，新生代工人满怀热情地走向心仪的岗位。每过一天，我们便和昔日的耻辱更远一步，与确立优质产品的黄金标准更进一步。在今天，动乱再次席卷了中原大地。云南军阀龙云宣布要铲除这片神州大地上
所有中华民族的叛徒。这支新生的军事力量护国军在西南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，据说有大量的国民革命军以及流亡印度支那的中共余部加入他们。龙云及其支持者已经迅速动员，他们宣称要推翻共荣圈的统治。南京方面则坚决谴责这种说法，称其为疯子的妄想，同时承诺他们会迅速结束这场叛乱。对我们来说，共荣圈的裂痕越多越好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在现阶段，我们其实是没有任何办法来帮助护国军的。但我认为德国的力量不应该被束缚，虽然通过常规办法行不通，但是通过一些非常办法还是可以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先这样，然后呢再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好的，那么到了1966年10月10日，在我们的帮助下，云南政府，或者我应该说中华民国护国军，已经战胜了由日本支持的伪政府。最好的选择当然是我们一边点国策，一边进行战斗，但是我不打算这么做，我决定不进行任何国策，让我们先专注把亚洲的战争结束掉。
我们在海外的胜利是我们陆军改革成果的最好展示。要是希特勒看到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，他肯定会被吓坏的。如今我们斩断了意识形态的枷锁，终于可以拍着胸脯说，我们是为德国人民而服役，而非独裁者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将再次成为德意志的守护者，是祖国的剑与盾，而非领导人的玩物。一战时，正是这些领导人将我们带向了毁灭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只不过是被推移罢了。为了避免陷入彻底的毁灭，我们绝不能再被某个人单独掌握。那么看了一眼时间，感觉今天这集也差不多了。我想我们今天这集也就先到这吧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个赞啊，再订个阅啊，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。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。